听说你被气着了，你也知道多管闲事的坏处了吧？说真的，我真的没见过像你运气那么背的女人。婆婆、二房、小姑子，天底下当媳妇儿的都害怕的3把刀，没有1把能躲过的。是啊，二房那把刀，还是你亲自插在我胸口上的。让我闻闻你今天的醋味儿，好香啊！可惜过了今天以后，再也闻不到了。我打算向我父母他们说，这辈子我就只要你一个，让红雨搬走，好不好？请神容易送神难呐，何况你真的舍得吗？我只想和你重新开始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而且啊，这花房我已经住腻了，你就让我搬回去吧。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伤心了。答应我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担心洛欢已经掉进爱情的陷阱，无法自拔了。或许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他爱的那个人是黎少峰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黎少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若欢不是他的对手，黎少峰根本不会看中从乡下出来的若欢，除非他喜欢呛口辣椒味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若欢不懂人心险恶，一定会被迷惑的。不行，我得再找他说说。哎，这样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同睡同住，形影不离。好了，油腔滑调的。你不是还有一大堆战乱时期杜氏实业的紧急预案要处理吗？我去就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我送你。好肉麻呀，才几步路啊，让人家看见笑话。二哥，若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二嫂正在到处找你呢。二哥，我来有要紧的事跟你商量，我要给小侄子取名字。起名字这种事哪轮得到你啊？家里啊有资格的人一抓一大把，你啊就别瞎操心了啊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玉婉嫂子肚子里的宝宝，我说的是红雨嫂子肚子里面的宝宝。她怀孕了？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她得瞒住你这个粗心的丈夫啊，否则她会遭到毒手的，就像我小时候遭到毒手一样。玉婉，你听我解释。二哥，你现在应该跟红玉嫂子好好解释解释，她更需要你的关心。你闭嘴，别管那么多了。玉婉，哎，二哥，玉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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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云堂，红雨，怎么了？我很难受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
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外面大乱，开始打仗了。怎么了你？小姐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不管姑爷对你怎么薄情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啊？这家里上上下下都想管着我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为什么会怕我呢？莫非你就是若欢妹妹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在这个家里，不怕那个女人，肯跟我说话的，我想只有新来的若欢妹妹你了。哦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，你说的是二少奶奶童玉婉，对不对？她为人和善，而且说话特别有道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怕她怕成这样啊？这个呀，是有原因的。这不但牵扯到倪允堂哥哥，还和黎少爷大有关系。你认识少峰啊？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啊？若欢妹妹，我有个姐姐，她叫清平。她的样子吧，倒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个性和你却很像，一样的淳朴，一样的善良，还和你一样直来直去，特别爽朗。你哥哥允堂和黎少爷都爱上了她。原来黎少爷喜欢我这样的个性啊。那清平后来怎么样了？我姐姐清平，她被一个叫周明昌的破老头给霸占了，到后来不明不白的被害死了。可是现场只有一个人拿着凶器，那个人就是二少奶奶。你说他是杀人凶手吗？她不像是要杀人的那种女人啊。是啊，黎少爷他也是这么想的。但是黎少爷呢，他明察秋毫，你猜怎么着？凶手啊，是二少奶奶婚前情人的父亲。啊？他婚前有情人了？我允堂哥哥凭什么戴绿帽子啊？童玉婉她娘家不是豪门世家吗？一套老宅子就值好多万呢。豪门联姻不就是贪图这些门当户对吗？可是李少爷啊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心一意的就想着我孤苦伶仃的清平姐姐。我姐姐死后，他至今不肯娶亲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允堂哥哥忘不了你姐姐，就娶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当姨娘。最可怜的是少峰，他这么有情有义，世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。若欢妹妹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只有像你这样不看重名利、内心淳朴善良的女孩子，才可以和黎少爷心心相印啊。可是童玉婉说，少峰不会喜欢我的，我怕他不喜欢。又是童玉婉。若欢妹妹，童玉婉嘴里能有什么好话呀？她呀是嫉妒少峰，不想让少峰得到幸福。只有姐姐我啊最了解少峰了。你呀再跟着我学学穿衣打扮，再学一小点恋爱的小手段，我保证啊，少峰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那你现在就教教我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若欢妹妹，我怀孕了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是怕二少奶奶她知道，会害死我肚子里的孩子。
你偷偷摸摸给宝宝缝衣服，我允堂哥哥怎么能不管呢？嘘，允堂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是不敢告诉他。你不敢，我敢，这就去找他。